嗨，大家好。天气实在太热啊！这几天，包括未来的很多天呢，都是最高温度摸到了37、8度。其实昨天我在外面开车，我就发现其实室外温度已经到了40度了啊。在广州来讲不是经常有的这种天气。但是某些地方呢可能会下个1、2场雨，降温。其实现在很多地方啊，气温都是非常的高啊，像上海、杭州、重庆、武汉等等这地方呢，就是传统的火炉。我再看了看北方地区啊，因为最近呢有家人要去北方，看看温度也在30度以上，就盛夏时节，全国一片红，到处都是热腾腾的。但是呢，也看到啊，在上海40度高温天气，结果南京路外滩照样人山人海，可能正好撞到暑假。各地来的游客带着他们的孩子，还是要抓住暑假的尾巴到处观光旅游。那上海呢，作为现在中国最现代的一个城市，还是吸引着全国老百姓。只要有一部分人愿意到上海去走一走呢，上海的主要的观光景点都会人满为患。好了，所以呢，我今天还是开车出门。现在呢，经过祈福隧道这一段去向金山大道，但我看了一看油表呢，已经非常低的油位了，所以首先呢还得要去灌个油。现在呢已经是上午10点40几分了，这条路上啊，终于呢就没有像早高峰时候那么拥堵了。好，我先到中油 BP 油站去逛个油吧。哇，今天逛油的人不少啊。好，现在加完油啊。最近啊，也是感觉很奇怪啊。
虽然各项经济数据都显示经济下行，或者呢比以前高增长的那个年代有了相当的回落，但是我们最近开车出行，不管是周末节假日还是平时，甚至像现在已经是早上快11点钟的时候了，你依然可以看到外面车流滚滚，路上的车还是很多在很多路段呢还会面临着塞车。这个不知道是因为这段时间对这些新能源车，就是那种用电那种车呢大量的放牌有关，还是因为仅仅是一个经济性的原因前方是事故多发地点。现在呢，我已经开上了星光快速，你可以看到有一段时间没有在这边拍摄了，你就可以看到这个星光路的我的右侧起了好多的高楼，就汉西长隆这边呢，慢慢的形成了一个新的住宅的片区，而这些住宅区的楼房呢，几乎无一例外全部都是高楼，最起码30-40层。而现在我头顶的这条桥就是信义大道横跨星光路的大桥。我那天还以为是开通了走到它跟前骑行的时候，就发现它还没有正式的开通，但是桥梁的建设呢，相信应该已经完工了。前方有限速摄像头。现在我的右前方呢是耀盛就新世界地产的一个楼盘，下面呢应该有一个大的商业中心。就前段时间在汉西大道上经过的时候呢，已经看见它初具规模。汉西长隆这边呢，不但有3号线和7号线的交汇的枢纽，最近又增加了一条城轨，就是从肇庆一直连通到惠州的一条城轨。它在长隆呢也设了一个站所以这边的交通会越来越方便了。前方有限速摄像头。每天都塞车的星光隧道呢，今天也意外的不塞车了。看来有时候如果没有什么急需要办的事真的不能跟上下班的人去抢这个道路，还真的要错峰出行才行你像今天我就晚了一拍出行，就感觉外面的路况要好了很多。前方有限速摄像头。前方有限速摄像头。
自从南大干线开通以后呢，你看这条星光快速上面就多了一些出口。我的右侧呢，这是去南大干线的一个出口。南大干线呢，西面到达佛山，东面呢去到莲花山，去到应该将来去到南沙更远的地方。经过3号线的大石站其实马路的两边都是，但这个车站呢，纯粹就在一片城中村的附近，还没有形成一个大规模的发展。前方有限速摄像头。转眼之间呢，就来到了星光快速上的第2个堵点，就是星光大桥。前方有限速摄像头。虽然桥上也有一些拥堵但是是我最近几天走的最通畅的一次了。
下这个星光大桥呢，我就要右转进入环城高速路。现在呢，我就驶出了星光快速，前方呢就转入环城高速路，分别由东西南北4个快速路组成，连成一片啊，成了一条广州最近市区的环线。刚建的时候呢，它是一条收费公路，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呢，慢慢的东南西3环呢就变成了免费的公路，而在今年开始呢，连北环也停止了收费了。也就是说，现在的这条环城高速呢，就真正成了一条 freeway， 是不要钱的了。相信很多城市啊，尤其是中国大城市，应该都是一样的，都修了很多的这种环城的高速公路，有些1环、2环、3环、4环一直修出去，就连接那些相对比较偏远的市镇和老的乡镇，就推动着周围的大家的出行以及经济的发展。可能是因为这条路建得比较早，它也就是这么几条车道，而且呢车流比较多，所以这条号称高速公路啊，其实它的这个限速是不达标的，它只有80公里每小时的限速，确实也很难跑起来。我们几乎每天都在高速公路上面可以看到，当然也包括一些城市的快速主干道上，你总会发现有很多的这些园林工人呢，在这边修剪树枝，要不就是浇水，做一些植物方面的维护。就车流很大的时候，而且在上班时间啊，就会有这些人来进行这样的作业。有时候觉得，虽然这个道路两旁的美化让司机们开车时候眼睛看到一片绿色比较舒服，但从另外一个意义上来讲呢，就是你要有很多人去伺候这些植物，
甚至很多时候呢，你就不得不干扰到司机们的驾驶，会增加堵车等等啊。前方有限速摄像头。前方有限速摄像头。以前的广州城区呢非常小啊，回想我初到广州已经整整40个年头了。当然我并不是一直在这边居住，但是对于广州的发展应该还是非常的清晰的。从广州以前主要的越秀区，那个时候还有东山区，然后就是荔湾区、海珠区，大概就这个几个城区吧。你如果说骑行单车的话呢，那基本上啊，也就是半个来小时可以穿过主要的城区的。可是现在呢，你即便是以最快速度来在高速公路上面走一走，从一个点到一个点呢，没有1个小时，我估计到不了。所以广州在这几十年以内呢，真的长大了很多倍啊。前方有限速摄像头。前方呢就是琶洲的广交会的会址了。
前方呢就是东浦了，现在跨过珠江，去到珠江的北岸。这个附近啊，应该是在我的左手边呢，也在进行一个新城的开发，名字叫金龙城。前方有限速摄像头。现在进入东浦上盖隧道。前方有限速摄像头。现在车窗的右前方呢，就是广州的奥体中心，是当年啊，应该是2012年的时候，为了开亚运会建的一个大的体育场馆。
现在来到了康体路啊，其实我的前方的隐约就可以看到我刚刚看到的奥体中心，但是我今天呢要进入到我右侧的这个居民小区里面啊。现在呢，进入这个小区。现在呢，我进入到这个小区，和所有的小区一样啊，这些新的小区呢，都建在一个像花园一样的场地里面，环境是非常不错，而且做了轮车的分流。现在广州呢，像这种居住的小区是越来越多了，但问题呢就是停车位比较少啊，你要找一个位置停不容易。好了，我已经找到一个位置停好了车，到了我的目的地了。这一段开车随拍分享呢，就到此结束啊。谢谢大家观赏，再见，拜拜。